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技术分析领域的经典指标 KD 随机指标。本视频不仅会解析 KD 指标的核心原理，更会分享经过实战验证的交易策略，并分享大帅自己编写的 KD Pro 增强指标。该指标包含具体的短线趋势买卖信号，以及自定义的多周期设置，十分好用。该指标不仅适用于股票市场，还可以应用于外汇、期货、加密货币等多种金融市场。而你所需要的只是订阅大帅的频道，可以在说明栏里找到 KD 增强指标。如果找不到或者需要使用大帅前面编写的其他指标，请在下面留言你需要的指标，我会把 TradingView 指标发送给你。什么是 KD 指标？ KD 指标又称随机指标，是一种基于价格波动幅度的技术分析工具。它通过比较某一特定时期内的收盘价与该时期内的最高价和最低价之间的关系，来衡量价格的动量和可能的反转信号。KD 指标由两条线组成， K 线和 D 线。 K 线是快速线，通常以较短的时间周期计算。 D 线是慢速线，通常是 K 线的移动平均线。 KD 指标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帮助投资者识别市场的过度买入和过度卖出状态，从而提前布局，捕捉价格反转的机会。二、KD 增强指标特点。 KD 指标很多人都懂，所以在这里我直接用 KD 增强指标来讲解。该 KD 增强指标包括以下功能：一、多空区间的显示；二、短线趋势判断；三、买入和卖出信号；四、优化的参数设置；五、自定义多周期；六、KD 交易策略。下面说说几个功能如何使用，以及如何使用 KD 增强指标来轻松的做好交易。一、多空区间的显示。多空区间显示是有两个重要的要点：一是显示当前是多头区间还是空头区间；二是显示当前是否超涨超跌。当 KD 在数值为50的白线之下时，表示当前是空头区间；在50的白线之上时，表示当前是多头区间。红色线以80为分界线之上，代表超涨状态，随时可能回调；绿色线以20为分界线之下，代表超跌状态，随时可能反弹。所以在红线附近要注意市场强度，在此阶段逢高开空盈亏比较高，因为一旦回调，跌幅较大。在绿线阶段则注意随时可能反弹，在此阶段逢低开多盈亏比较高，且一旦反弹，涨幅较大。二、短线趋势判断。观察低线黄线的走势就可以判断当前的趋势。当低线由下往上时，代表当前是嗨上涨趋势；当低线由上往下时，代表当前是下跌趋势。KD 增强的短线趋势由中间的白线决定， KD 在之上为强，在之下弱。有一点很重要，真正的大涨是 KD 在白线之上并且往上移动才会启动的，不然只是反弹。同时持续的下跌也是 KD 在白线之下往下移动才会持续下跌，不然随时可能反弹。所以可以使用白线来判断当前的趋势到底是什么状态。三、买入和卖出信号。了解了趋势判断，接下来就是买卖信号。买卖信号由 K 线白线和 D 线黄线的金叉死叉构成。当 K 线与 D 线死叉为卖出信号，当 K 线和 D 线金叉为买入信号。同时和前面的超跌超涨区域结合起来，当 KD 线在红色之上死叉时，一旦确认下跌，就是趋势反转，盈亏比极高。同时当 KD 线在绿线之下金叉时，一旦开始确认反弹，也是盈亏比极高的位置。当然要注意背离，有时行情会先背离才结束。为了方便发现这样的信号，我在指标上编写了绿色箭头和红色箭头，方便分辨这样的信号。四、优化的参数设置。为了方便使用和设置预警系统，对于大多数参数都使用的是可编辑状态。首先可以打开设置，对于计算周期 KD 的平滑数值、超买超卖和中间线的数值都可以自己根据所需要的品种进行编辑，方便在不同的品种和市场里进行选择。信号是否显示也可以选择，在样式里可以对颜色、线条、箭头进行设置，完全根据你的需要来编辑。除此之外，
还可以直接以该指标设置预警。打开预警系统，可以在条件里直接选择买入信号或者卖出信号设置预警，选好周期即可。5. 自定义多周期，在这里我添加了多周期选择，因为在实际交易中我会经常需要用到多周期。举个简单例子，这回我在做15分钟周期，但是我需要同时看1小时是否突破，那么就可以点击指标的设置，在时间周期里选择你需要的时间周期。但在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就是选择的时间周期要比当前的时间周期要高，否则容易出错。而且一旦锁定了，只要不修改，切换周期界面该指标的周期也是锁定的，需要注意。6. KD 交易策略。 KD 策略很简单，但是作为一个体系，步骤很重要。以做多为例，需要先考虑当前的状态，是绿线以下的超跌反弹，还是刚上白线的趋势启动。如果是超跌反弹，需要 K 线在绿线附近金叉入场，这时的强度往往较弱，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当前周期的上根 K 线底部跟上止损，避免强度不足。如果是做趋势启动，那就在低线上穿白线入场，此时市场较为强势，但是一旦 K 线拐头就要离场，代表短期强度转弱。做空也是一样，如果是做超涨回调，那就是红线上方死叉入场，这时超涨最容易回调且趋势反转，但是需要注意一点，这个过程中不能出现金叉，一旦 K 线金叉地线就必须离场，避免市场直接开始走第二波强势行情。如果是做弱势下跌，就选择地线下穿白线入场，此时市场往往持续阴跌下跌，但是一旦 K 线在绿线附近金叉低线就得离场，这个是十分重要的。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通过今天的讲解，相信你对 KD 指标的特点和使用方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希望这些知识能够帮助你在未来的交易中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如果你对 KD 指标还有其他疑问，或者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大帅的频道，获取更多实用的交易知识。祝大家交易顺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